话中文 Simply Natural Chinese.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，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杰，你知道吗？再过几天就是高考了。对啊，6月7号、8号，每年都是这2天。我今天经过一所中学，门口挂了一条大大的横幅，上面写着"加油，高考必胜"。这个画面太熟悉了，每年6月都能看到。我一看到那个横幅，心里突然就紧张起来了。你又不考，你紧张什么？因为我想起我自己高考的时候了呀。说的也是，你才大2，高考对你来说还很近。是啊，我感觉就像昨天一样，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高考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那你还记得清楚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有些事啊，过了很久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考吧。好主意。对很多外国朋友来说，中国的高考可能是个很神秘的东西。对，他们可能听说过，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我们就好好讲一讲。简单说，高考就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，每年有1000多万人一起考，是不是很夸张？非常夸张，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说到高考，我最难忘的其实不是考试那2天，而是高3那一年。高3那真的是另一个世界。我高3的时候，每天6点半起床，晚上11点才睡。我也是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卷子。对，卷子，我现在看到卷子都还会害怕。那个时候我们叫刷题，一套一套的做。刷题就是不停的做题，做很多很多。没错，桌子上的书堆得比人还高。我们班上还有人把书堆起来挡住自己的脸，这样老师就看不到他睡觉。哈哈，这招我们班也有人用。然后还有各种考试，1模、2模。对，1模就是第1次模拟考试，2模是第2次。模拟考试就是假装高考，提前练习一下。每次模拟考完，老师都会排名贴在墙上。那个排名榜真的是又想看又不敢看。我懂，考好了开心一整天，考差了难过一整周。我们教室前面还挂着一个高考倒计时的牌子。对，倒计时，每天数着还有多少天，看着特别有压力。压力真的好大，我那时候还瘦了好几斤。我反而胖了，一紧张就想吃东西。哈哈，原来你是那种人。是啊，深夜复习的时候，桌上总要放点零食。不过现在回想那种拼命的感觉，好像也挺珍贵的。对，一辈子可能就那么一次，那么努力。那时候我爸妈也很紧张，比我还紧张。家长都这样，嘴上说别有压力，自己却睡不着。我妈每天给我炖汤，说要补脑子。哈，我妈也是，天天炖鱼，说吃鱼聪明。结果我现在看到那种汤都怕了。老师也辛苦，我们高3的班主任几乎住在学校。对，我们班主任连周末都来给我们上课。那种陪伴，现在想起来还挺感动的。那我们说说高考那2天吧。好，那2天我到现在都记得。考试前一天晚上，我紧张的睡不着。我也是，越想睡越睡不着。第2天早上，我妈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。我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呀？你说说看。因为旗袍的旗听起来像旗开得胜的旗。对对对，旗开得胜，就是一开始就顺利就赢。很多妈妈都会这样图个好彩头。好彩头就是讨个好运气，对吧？没错，还有人考试那天专门穿红色，红色喜庆。我们家那天早饭还吃了粽子。粽子，这个我也吃过。因为粽听起来像钟，考钟的意思。
中国人就是喜欢这种谐音，讨个吉利。那时候真觉得这些小事能给自己一点信心。心理作用嘛，但有用就行。到了考场门口，好多家长在外面等，这就是送考，家长把孩子送到考场了。那个场面真的很热闹，门口全是人。有的家长还举着牌子喊加油。进考场之前一定要检查准考证，对，准考证忘了带，可就麻烦大了。每年都有人忘带，然后警察叔叔帮忙送回家拿。这种新闻每年都有。进了考场，坐下来那一刻，反而没那么紧张了。对，真正开始考了，心就定下来了。我考第一科语文的时候，作文题还挺难的。语文作文最容易紧张，分数也高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想了好几分钟才下笔。我懂那种感觉，笔都拿不稳。不过写着写着就顺了，最后还多写了一段。那说明你那天状态好，超常发挥。超常发挥就是考得比平时还好，对吧？对，比平时模拟考的成绩还高，就叫超常发挥。那考得比平时差呢？那就叫发挥失常。很多人就是太紧张，没考好。唉，发挥失常真的很可惜。所以心态特别重要，有时候比实力还重要。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，平时成绩一般般，然后呢，结果高考考了全校前几名，把所有人都吓到了。哈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马。黑马就是没人想到，突然特别厉害的那种。对，每年高考都会出几匹黑马。考完之后，最让人着急的就是等成绩。对，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考完每一科，我们还会估分。估分就是自己算一下大概能考多少分。对，但估分估的我心里更没底了。哈，估分这东西，估高估低都难受。然后就是查分那一天，我手一直在抖。查分就是查自己的高考成绩。那天查分的网站直接崩了，太多人一起查。每年都这样，一到查分时间，系统就卡。我等了1个小时才查到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那一刻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还好我考的还不错，比估的分高一点。那很棒了。查完分，接下来就是报志愿。报志愿就是选自己想去的大学和专业。对，这一步其实比考试还让人纠结。真的，我当时纠结了好几天。是选好学校还是选好专业，这是个大问题。我爸说选学校，我妈说选专业，他们还吵起来了。这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争论。那你当时是怎么选的？我当时为了去上海，专业上稍微让了一步。所以你是先选了城市？对，我想去大城市看看，就报了上海的学校。现在看你这个选择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很喜欢上海，后来就留下来工作了。报志愿的时候还要注意一本、二本什么的。对，一本是分数线比较高的大学，二本就是分数线低一点的，对吧？可以这么理解。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这么分了。是的，规定每年都在变。报完志愿就只能等录取了。等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，我每天都在看手机。录取通知书一到，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。我收到通知书的时候，激动的跳起来了。哈哈，那种开心是真的发自内心。阿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你觉得高考真的能一考定终身吗？一考定终身，就是说一次考试决定你一辈子，对吧？对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我以前也觉得是，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工作以后，我发现人生很长，路有很多条。你的意思是，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？对，高考很重要，但它只是一个开始。可是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它是全部。因为那个年纪，我们看到的世界还很小。这么说也对。
我身边有同学高考没考好，后来一样很成功。是通过别的方式吗？有的是复读，有的出国，有的在工作中慢慢成长。复读就是再读一年，重新考一次，对吧？对，复读是要很大的勇气，我挺佩服那些人。确实，再来一年压力更大。所以我想跟今年的考生说，尽力就好。考好了，当然开心；考得不理想，也别太难过。对，高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米。这个比喻好，不是看谁跑得快，是看谁跑得远。哇，我们今天还挺有深度的。因为这个话题确实值得好好聊。那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和高考有关的说法，是啊，像高三刷题、估分、查分，还有报志愿、录取通知书、黑马。以及超常发挥、发挥失常、旗开得胜。学到这些词以后，跟中国朋友聊高考就不怕了。对，这些都是我们真正会用的词。最后，我想跟今年的考生说一句话：你说，我也想说，祝你们考试顺利，写的都会，蒙的都对。写的都会，蒙的都对，这句太经典了。这是我们考试前最爱说的祝福。那我也祝大家旗开得胜，金榜题名。金榜题名，就是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是最美好的祝福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大考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对，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考大学的。也感谢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。最后，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今年的每一位考生。愿你们都能旗开得胜，金榜题名。我们下期再见，也祝大家天天开心，拜拜。